这还是人间吗？全程只有那条狗最像人。看了个视频，是真把我自己看懵了。给大家描述一下，视频刚开始，狗就在叫。事情发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海城镇拉拉屯一所农村的老旧房子里，一位老太太对着床上男孩的头打了2下，看样子应该不轻，因为传出了不小的声音。男孩块头很大，怒骂一声 CTM， 然后猛地一拳打在老太太腹部，老太太吃痛栽到地上，男孩一跃而起，勒住老太太脖子，并将她压住。老太太年老力衰，根本挣脱不开，只能无力地用尚且自由的手拿着拖鞋拍打男孩的屁股。男孩的手越勒越紧，拖鞋在老太太手里挥动的频率越来越慢，苍老的手越来越无力，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手与拖鞋与身体彻底瘫软了下去。一切都没有静止，狗在叫，人在笑。视频的拍摄者也未阻止，依旧传出了笑声，直到老人瘫软下去再无动静，拍摄者才说道：“别打了，赶紧起来。”男孩没听，继续勒紧老太太的脖子。此时房门口走进来一个小孩，淡淡的说道：“你别把你奶奶压死了。”这个被压在地上被勒住脖子的老人竟然是男孩的奶奶，是他生了男孩的父亲，这才有了男孩。但即便如此，男孩还是没有松手，反而加紧了胳膊上的力气。又持续了1-2分钟，看到地上的老人依旧毫无动静，拍视频的人才意识到不对，拉开男孩。为时已晚，不再动弹的老太太依旧不再动弹，唯有狗还在叫唤。最后，一个中年妇女闯进视频画面，她没有叫救护车，甚至没有去看看老人，没有对他做些急救措施，她只是掏出一根藤条猛抽男孩，一边抽一边喊：“你奶奶死了！你奶奶死了！”看完视频的人心中如何愤慨，已不用我说，仅仅用最普通的文字描述，便已然触目惊心。对该男孩如何处理的评论，即便我不截图放出来，大家多半也能猜到。可问题是，这整个视频之中，无人性的又岂止男孩一人？此景早已不是鲁迅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能概括的了，何止悲哀，简直陌生。这还是我们所生活的人间吗？孙子为何会对年老的奶奶打出那样猛烈的一拳？拍摄者看着如此残忍的画面，为何能嬉笑的只顾拍摄视频而不阻止？对方不是彪形大汉，只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男孩而已。进门的中年妇女第一反应难道不该是去查看倒在地上的老人，不该是去叫救护车吗？为何选择先用藤条抽打男孩？只是一个短视频，却透露着比闪灵还要恐怖的元素。可以说，整个视频之中唯一正常的，只有那条察觉到了异常而始终在叫唤的狗。他从孙子对奶奶的腹部猛击一拳时就开始叫唤，直到视频截止都没有停下来。我惊诧于它只是一条狗，我更惊诧于有些人的人性竟然还不如一条狗。有人说这是个暴力循环的问题，奶奶打孙子的头，孙子勒死奶奶，最后父母又出来鞭打孙子，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家人之中的每一个都为这场灾难出了一份力。可问题是，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里，这样的暴力对待都是存在的。它像一双无形的手一样，掐住人们的脖子，让人们无法呼吸，最终死去。更关键的是，这只是一个短视频所爆出的内容，我相信有更多同样的情况藏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这样的暴力强制越来越多，失去人性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里，同样的事情便会更加的层出不穷。就如李诞在《笑场》里所说，大雨中百鬼夜行，有人混在其中，比鬼还高兴。如今世事莫不如此，直到最后还在不断叫唤的，竟被称之为狗。细思极恐。